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今天又到了普文讲茶的时间。如何一眼看懂普洱茶？今天主要讲的是看懂叶底。今天我们增加一些难度啊，采用饼茶啊，这是普文12月8号压饼的一款茶，但是它是8月份制作的一款秋茶，是霸歪的原料。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茶，这个样子的，这个条形它非常硕大啊。那我们怎么来判别这个饼茶的叶底？那普文先撬开这个茶，为大家泡制之后，我们再来评判。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啊，普文撬的一个饼啊，基本啊就通过一圈能把它撬成这样。其实它的细碎啊不是很多啊，这样的撬法它不会很多。告诉大家一个撬饼的一个方式，然后再来轻巧的把这些一条一条撬出来，它碎的就不会那么多。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刚才那种撬茶的一个方法？那样的话我们不容易把茶条撬碎，就是泡制之后我们更容易来鉴别叶底。大家看一下，这是很相对来说比较有大条形存在，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判断这个茶有没有拼配啊，是不是纯料。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个茶。好，我们出汤看一下，没有用滤网之后，大家看一下，其实它的碎末啊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看这个茶汤相对来说清透度就非常好。好，我们从这个碎末当中也看不到一些黑色的糊点啊，看不到黑糊点的茶，说明几个问题：一个它的锅洗得比较干净，还有它的杀青过程当中糊点比较少。为了让大家学习如何去判断这个叶底啊，普文继续往下冲泡，顺道我们来品鉴一下。一般这个茶的好坏在3、4泡之后基本上能够知道，入口的水稀度非常好，生津能力还是蛮强的。好，我们来焖泡这个茶，然后教大家来检验一下这个茶底。焖泡3分钟，把这个茶条完全泡开。好，3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颜色是明显的加深，一个黄绿色，这个叶面也是舒展开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是黄绿色，这个茶香是淡淡的糖香啊，并非是那种高昂的那种花香。看这个汤色不像有多大一个发酵的一个汤色。我们来品一下这个焖泡之后的茶，苦涩还是非常低，第2口喝进去的时候它苦涩就非常明显，但是涩度现在也开始上来了。每个人喝茶的反应它是略有不同的，很舒服，喉韵它非常舒服。现在开始人热起来了。好，普文挑几类茶底出来之后，跟大家慢慢的讲述这个茶的茶底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来判断这个茶底。找到了一些叶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叶底的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茶是不是大叶种的一个茶？我们给大家讲几个技巧。我们首先看经络，这个经络之间的一个宽度，但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叶种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变异的情况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判断的一个方式，我们制茶人士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判断，一般这个长度都会是这个宽度的3倍啊，大叶种。这个茶是怎么样，这个叶子是怎么造成的？上面比较嫩一点，它的汤凉时间太长了，不是说去做一个发酵。茶青的含水力啊，在杀青之前的含水力啊，它有个特点，这个叶子是怎么揉不坏的啊？汤凉时间长的叶子是揉不坏的啊。老叶子相对来说它本身的含水力要比嫩叶子来说啊要少。再看叶底，像这一个叶底，它的杆为什么是红的？杀青啊，像这个就是焖到过的一个叶子。普文把自己的茶作为一个评判标准，我相信大家更容易去接受。偶尔茶里面它会存在这种红感，去杀青之前的茶青含水率它是不低的，相对来说汤凉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它揉不坏。在后期的转化当中，像这种红边越少这个茶转化能力就越好。还有一种情况下会造成红感，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不及时的晾晒，还有一个晒盆的温度不够高，晒子它的温度不够高，要么就是这个杆里面的含水率还是太高，在晒的过程当中红了，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
但是我们整体来看这个茶的叶底，它的红杆子不多，像这个老杆子会有。我们再来判断一下它这个茶叶底到底有几个树种啊？普文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其实这两个不是一个树种，这个茶至少有2个树种，虽然是同一个地域的但至少有2个树种。我们看什么？看它的锯齿，这个锯齿2个锯齿是不同的，一个锯齿比较粗一点，一个锯齿细又多它是不同的，它的叶脉有所不同。但什么样的茶可以储存呢？什么样的茶不能储存呢？再来给大家讲像这个叶底它就没有过多的一个糊片，没有那种爆点，它的叶面保护层就比较好。所以说这类茶但整体来看它的叶面保护层都是非常好，没有糊点。整体来看没有糊点和没有这种过多的叶面破损点的这类茶是可以储存的，没有过多的这种红梗子这类茶是可以储存的。没有过度重揉的一个茶我们是可以做储存的。相对来说颜色比较浅的，就是黄绿或者颜色没那么深绿的没那么黑的这类茶我们是可以储存的。好，今天的关于看叶底来判断这个普洱茶的好坏，值不值得存储，我们是讲到这里。哇，刚喝了一口茶现在感觉到苦，很苦，而且色底它没有那么重了，但是苦立马就化开。刚到现在它的生津回甘一直都在，它的喉韵也是非常的舒服，不会有那种干涩本期的视频普文就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我们下一期节目见。